江老板，这身衣服很适合你，做下人就应该要有下人的样子。我做的是书记，不是下人。不是吗？我让你背的书记守则，背得怎么样？背好了。背来听听。第一，老板的话只说一遍，书记必须一次性全部记住。第二，工作时间要贴身侍候，寸步不离。第三，书记要24小时待命，随叫随到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做任何延误。第四，老板的决定无论对错，要立刻执行。第五，老板的需求要无条件、竭尽全力满足，不得推辞。第六，书记如违反上述任意规定，老板有权立刻开除。不错，这些规定，你不但要清醒的时候记住，就连睡觉做梦，也都要给我好好的记住。如果我有半点不满，我会让你马上从我面前消失。第二条，工作时间书记必须贴身侍候，寸步不离。各位应该都知道，药生已经和玲珑合并了。我就是你们的新东家。啊，这是新东家。哦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，这怎么来了？大小姐，这怎么？它凉了。既然各位现在都已经成为我的员工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对我绝对忠诚。我将于用人的原则是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你想烫死我呀？小姐，大小姐，有意见吗？如果有意见，随时都可以离开，千万不要勉强。我可以额外支付2个月的薪水，作为遣散费。哎，好了。又不够热。江宇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凉的、热的、温的都不行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喝啊？我就是不想喝，怎么样？不满意啊？不满意可以回家呀。小雨，你太过分了！如果你不满意，也可以跟他一起滚回家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周书记，算了，哎，少廷哥，少廷哥，你别这样。我由衷的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坦诚合作。如果工厂以后有好成绩的话，我绝不会亏待大家的。是，好，干活去吧，散会。
走，快走！哥，看来这个周少天不会安心在玲珑做事的，要不然你赶紧让他离开得了。那个姓周的是玲珑的老员工，我希望有他在，来稳定所有人的人心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他早晚一定会离开。彩虹，我们一起离开玲珑。我不想让江鱼那个家伙再折磨你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如果现在走的话，就正中了江鱼的计，说不定我爹的死就永远都查不到真相。但是我担心你继续待在这里，不仅找不到证据，反而会遭到江鱼那家伙的毒手。我没关系的，少天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。彩虹，对不起。这怎么能怪少天哥呢？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所以不管江鱼怎么对我，我都没有关系。彩虹，只要你待在玲珑一天，我就会在玲珑陪着你，保护你。我看书记这个位置，还是不太适合吴小姐。要不吴小姐，还是回家全职伺候你的男人好了。我要上厕所。我知道，根据书记手册第2条，工作时间必须贴身伺候，寸步不离。要看就随便看啊，千万不要客气。苏州的王老板已经到了，我订了中午最仙楼的包间给他接风，顺便聊聊订单的事。好好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就过去。嗯，好。吴彩虹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谁告诉你不经允许就可以进入我哥的办公室？对不起，文件我会尽快整理好的。不用了，跟我去醉仙楼见王老板吧。哥，这个吴彩虹一定有问题，你干嘛不让我揭穿他？揭穿了怎么意思啊？江老板，吴彩虹，我的鞋脏了，给我擦一擦。不想他可以走人。
大小姐。哎，对，就是她。哎，堂堂的大小姐，竟然沦落到给人家擦皮鞋，就是，真是可怜呐。好，别说了，赶快说。干活。江老板，你的鞋脏了，我帮你擦。你们两个到底谁是我的书记？嗯？这破布已经脏了，你不会换一块吧？江宇，少天哥，我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梅布啊，梅布不会用手啊？行了，看什么看？赶紧干活！彩虹，我没事。加水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彩虹。王伯伯，哎呀，这2年没见，今天在这儿遇见了啊！来，坐下一起吃吧。坐吧。啊，你跟江老板？哦，他现在是我的书记。是啊，我正好想到制染厂学习一下，积累一些经验。哦，对了，王伯伯。你这次到湖州又跟玲珑订了不少货吧？啊，还没有谈妥，因为是张作霖元帅要的货，所以要格外谨慎。那既然是张元帅订的货，更应该在玲珑上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据我所知，张元帅府上大多数的织物都是玲珑的。可是玲珑现在易主了。虽然玲珑换了当家，可那些技术、设备、工人都是以前的，只能比以前更出色。而且，江老板如果没有真本事，怎么可能吞并玲珑，坐上湖州织染界的头号交椅呢？有彩虹这句话，我想我可以放心了。王老板，嗯，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我再啰嗦一句，这是张元帅的货，希望玲珑一定要万分重视，时间和质量上都容不得有半点差错。您放心。王老板，您放心吧，今天下午我就吩咐车间去准备染料和布匹。嗯，好。您车在哪里啊？我送送您吧。啊，在那边。好，请。慢走，王伯伯。好，告辞。慢走。总算还有点用处啊。那是，我可是吴宏达的女儿，
谁都不能小瞧我。很容易会摔死的吴宏达的女儿。看来你很闲嘛，没什么事就来打扫房间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这几天风大灰尘多，所以这里特别脏。车间的染料被污染了，一定是有工人故意捣的鬼。你怎么那么肯定是人为啊？而且还是工厂里的人？难道是因为这2天风大，灰尘把染料污染了？玲珑的车间，只有我们工人们才能进得去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有内鬼。但是很奇怪，做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他们图的是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些老工人你比我熟，明天早上上班之前，你帮我把事情查清楚。如果查不出来，你明天马上给我离开玲珑。吴彩虹，在染料车间捣鬼的人查出来了吗？没查到。那你可以滚蛋了。我还有几句话想说。说。各位，都是玲珑的老员工了，有很多人勤勤恳恳干了10几年，一直在玲珑，跟着我爹开疆辟土。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爹，还有对玲珑的感情。也很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玲珑的诚心付出。今日玲珑虽然姓江，可是无论他怎么改名换姓，他都始终是玲珑，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。这次我们好不容易接到了张作霖元帅的订单，这对玲珑来说，无疑是在全国能迅速扩大知名度的好机会。可是，一不留神的话，也有可能会毁于一旦。恰巧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故意污染了染料车间。也许这个人是想替我爹报仇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做的话，工友们也会受到牵连，玲珑很有可能会面临着破产，大家会失业，又有多少家庭又会面临衣食不周？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就有这份手艺，挣得钱，以后我们怎么治呢？其实我离开玲珑倒没什么，只是我想告诉大家，玲珑是属于你们每一位员工的。
一定要好好做工，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小姐不要走！是我做的，不要赶走彩虹小姐。是他做的，小姐，对不起。江鱼恶意收购玲珑，老板的死也一定和他有关系。我总想帮老爷报仇，所以就……好，吴彩虹可以留下，但张福必须要走，而且还要赔偿染料车间所有的损失。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明明都知道，福伯不可能拿出这么大笔钱的。少废话，散会，开工。福伯，江源，你知不知道，福伯一家全靠他一个人过活，而且福伯唯一的孩子还是个先天残疾。既然这样，就不应该那么冲动，不计后果。哎，江源，我求求你，网开一面，放过福伯吧。你自己都自身难保，哪有什么资格替人求情？的确，我一无所有，我只能求你。你不答应放过福伯的话，我会一直跪在这里。随便你。起来，彩虹，起来。你别劝我了，少天。江玉他不答应，我会一直跪在这里。江老板，我希望你答应彩虹的请求，否则我就离开玲珑，把我手下的工人们也带走。你在威胁我啊？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的条件。你以为那些工人是因为忠心才跟着你啊？啊？他们是因为玲珑的名声还有薪水才会留下来的。如果你要走的话，随便你。不过，我倒想看看，你能从玲珑带走多少人命。江玉，你会后悔的。
江玉那家伙不会答应你的请求的。你看不出来吗？那家伙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。别天真了，快起来！彩虹，彩虹，把他弄走。别让他妨碍大家工作。我甚至请了乌镇的镇长亲自去跟蒋老太太求情，可是老太太还是不肯松口。哥，怎么办啊？这又过去2天了，玲珑能不能按时交货，就看蒋老太太的了。能不能让我试一试？你，我哥都办不成的事，你怎么可能做到？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忘了，张元帅的订单是谁争取到的？好，我倒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。如果我说服了蒋老太太，你能不能让福伯留下？如果你真能把事情办好了，我可以不用福伯赔偿，但是他人必须要离开，因为他确实做错了事。如果换了是你，你也不会把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留在身边吧？但相反，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，我不但要福伯继续赔偿，你也要跟他一起滚蛋。好。哥，真的不带我去啊？要说服蒋老太太，肯定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如果咱们2个都去了，万一娘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人照顾，那怎么办？好吧，那你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彩虹，彩虹，少天哥。你真的要跟他去乌镇啊？是啊，不过你别担心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当然没有了。哦，对了，少天哥，蒋老太太那么呵护她的花，我们要是真摘了，她自然是100个不愿意，所以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她心里面舒服一点。这个交给我，我来想办法。吴彩虹，天快黑了，还打情骂俏的。我们没有打情骂俏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路上小心。出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。陈家，好，拿块布给我啊，给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好好坐着，别乱动。哦。有人吗？蒋太太，蒋太太您好。蒋老太太您好啊，我是玲珑的吴彩虹，我想跟您谈点事情。哼，啊，蒋太太，等等我。蒋太太，蒋太太。蒋太太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的，就算你不出来，我也会等着。您出来了，蒋太太。哎，蒋太太，您去哪儿啊？我不跟你谈，我上茅房。哎，那我跟您一起去啊。这上茅房怎么跟我去啊？就一个坑，你蒋太太，手啊！跟我谈一谈好不好？好，行，我跟你谈，放手啊！你笑什么？啊！我看着他就讨厌。你呀，叫他赶紧走，你给我赶紧走啊，要不然我不跟你谈。哦。哎。是。蒋太太，那个人呢？早就出去了。您就不要生气了。您考虑的怎么样啊？您看，我们……好了，我们不要管他了。走，蒋太太。怎么还不回来？谈完了？成了。什么成了？谈成了。谈成了？怎么谈的？嗨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的园子可是很大的，你们呢到村里面去找些帮手来摘，要不然啊，天黑之前这些玫瑰花可是摘不完的。知道了。谢谢蒋老太太，谢谢了。不去找人啊？对。喂，您是怎么说服那个蒋老太太的？
蒋太太种这个玫瑰园啊，就是为了让她葬在后山的女儿能够看见。我答应她，就算在她100年之后，我也会替她照顾这片玫瑰园。所以她就让我摘了。原来这就是她的弱点。我和你不同，你找的是人的弱点，而我找的是人的需求。将心比心地对待别人，用诚心来对待他，所以他也会用诚心来对待我。彩虹，少天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他来干嘛？帮忙。少天哥，少天哥，哎，这里不错啊。嗯，我就知道你能做到。那我交代你的事情呢？这什么呀？瞧，怎么样？以假乱真吧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不过买这些一定花了不少钱吧？置办我们的住处时，你不是都花光了吗？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不过就是把冬衣当了，反正现在放着也是放着。这么热的地方还要穿冬衣啊？彩虹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比什么都温暖。好冷啊！来，我给你擦擦汗。彩虹，哎，蒋太太，彩虹啊，刚才船家过来说，那2条船全部都出去了。我看今天啊，你们是走不了了。走不了啊？那怎么办？那今天晚上只能让你们委屈一下，就在我家过夜吧。别这么说，不委屈。给您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啊，不过呢，我们家只有2个房间，啊，这样吧，让彩虹呢住在我闺女生前的那个房间，你们2个呢就住在那个客房，怎么样？走，彩虹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嗯，好啊。我认为你应该打地铺。凭什么？你现在又不是我老板。因为我睡觉会打呼噜的。我这个人睡觉一向又快又死，别说打呼噜，地震我都没感觉。你的想法太简单太幼稚了。我打呼噜不是一般的打呼噜，那在湖州可是有排名的，你千万不要后悔。真有意思，这世界上有后悔药吗？变态！哎呀！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
他们都说，天上的星星就如同亲人的眼睛。你说爹和娘，他们到底是哪一双眼睛啊？有没有在看着我？不管他们是哪一双眼睛，你都要知道他们在天上看着你，关心着你。彩虹，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还想让爹和娘再看我一会儿。好吧。既然你不困，今天晚上我也不睡了，我陪你一起看星星。喂，姓周的，你还不回来睡觉？不睡我锁门了啊！哟，聊完了啊？熬茶，慢慢喝。嗯。蒋老太太，谢谢您这一次帮了玲珑的大忙啊！我呀，不是帮玲珑，是帮彩虹。谢谢您，以后啊，我会经常来看您的。哎，那你们一路平安啊！再见，再见。你们这么多货怎么做呀？可是我们的货真的有急用，3个人应该也可以吧？麻烦您通融一下吧。为什么只有1艘船啊？这个码头只有我1艘船了。你们谁上船啊？我们都上。现在只能坐1个人，这么多货，我可以加钱，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太危险了。我看还是老板上吧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帮我把这些货送回去吧。嗯。这些货对玲珑非常重要，又是玲珑急缺的材料。我怕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，我和彩虹担不起这个责任。那你们怎么回去？现在天色不早了，我和彩虹等下一班船，估计要再待1晚上。不过我们不着急，老板先请。张元帅的那批订单啊，反馈回来的信息很好，元帅府是十分的满意。王老板还许诺说，将来元帅府的所有订单都会交给我们玲珑来做。啊，当然，这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，顺利完成任务，实在是全体员工精诚努力的结果。江老板，冷水、热水、温水，你要喝哪种啊？温的。不够热。我准备了开水，可以随时勾兑。如果温度还不合适的话，还有冷水。
份文件我已经提前誊写过了，如果你还有需要的话，办公室还有2份。看来我也要好好的准备一下了。嗯。继续。改天我请你吃饭啊！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我都可以请你。我去哪儿找你啊？你家住在哪儿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子没有礼貌、没有风度、没有教养的臭男人。我觉得他特别好看。你看他，长得面如冠玉，鼻若悬胆，剑眉星目，气宇非凡，怎么看都是让人一见倾心的绝顶美男子。我知道你叫什么了，你叫江鱼。我今天有应酬，你不用跟我去了，你可以下班了。
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对你？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呀？是我杀你爹的证据？你就那么希望我是杀你爹的凶手啊？江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问他，你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会出现在这儿？是，这不关江宇的事情，是我的错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对他，别让我以后再看见你欺负他。如果他敢再耍什么花招，我见他一次就欺负他一次。如果你有种带他离开这儿，哎，少天哥，我保证，这样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次。我听着。你怎么会大半夜的出现在燃料储存室里？别提了，本来是想查些证据的，结果却被江宇给耍了。彩虹，以后千万别擅自行动干这种事情，一定要提前告诉我。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。你瞒着我，我才会更担心。那好吧，我向你坦白，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找到玲珑的账本。你爹出事以后，警察所以调查案件的名义，把玲珑所有的账本都给封存了。前些日子，警察所又派人把账本送了回来，不过现在江瑜又把它封存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把账本放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不过我想，既然警察所已经调查过了，那些账本应该没有问题才对。话虽如此，可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队长！你居然烧了账本！这不是我烧的，在我来之前就已经被人烧掉了。你还想抵赖？我都亲眼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不是我做的。那为什么这么晚你还在仓库？如果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
你为什么要烧掉它？无话可说了吧？能解释的只有4个字：做贼心虚。好，就算这账本是我烧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为我爹报仇。不远就在前面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去萧山的蔡家庄多少钱啊？哟，这趟可不近呀，怎么也得要1个银元吧？1个银元啊！可是我出门着急，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这些铜钱怎么地也能凑上半个银元，您看行吗？走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1个银元都没有是吧？不去，半个银元我去。啊，半个银元你去啊？我可是去萧山的蔡家庄啊。去哪儿都成。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青天白日的还不让人做正经生意了？正经生意？你傻呀你！半个银元还不够吃顿饭呢。我乐意，当出去兜风呢。你们管得着吗？我就乐意载这位姑娘了，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姑娘，上车。这你小子病得不轻啊！嘿，我看这瞧人家姑娘有几分姿色，没准儿就是个人贩子。是不是没有当过车夫啊？谁说的？我干车夫都快10年了呢。啊？那你怎么连马都赶不好啊？哦，我干马车车夫不久，我之前是干人力车的。走，你看，这不是走起来了吗？啊！哎，你小心点。你确定是这条路吗？姑娘，瞧你说的，我赶车技术可能是不行。但是路我总认识吧？再说咱们不是一直按着路标走吗？啊！我怎么觉得越走越荒凉啊？要不找人问问路吧？啊？问谁？我怎么觉得越走越远啊？不会啊，快了，就在前面了。可是，这个死丫头，明明走错了路，还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撤！哎。这还有多久才能到蔡家庄啊？快了，就在前面了。前面？我看这根本就不是去蔡家庄的路。怎么不是啊？姑娘，你看，我们从湖州出来一直向南走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肯定已经到了绍兴了。蔡家庄不就在前面吗？我要去的是萧山，不是绍兴。你这一拐太大了吧？啊？不会吧？这应该就在前面了。打死你个死人贩子！你打我干嘛？打死你个死人贩子！别打了！坏蛋！别打了！我不是你，坏人！兄弟，你刚刚是不是拉着一位年轻小姐去蔡家庄啊？是啊。她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我不就带错个路吗？他非说我是人贩子，还打我。这么凶的丫头，哪个人贩子疯了敢拐她呀？哎，那他大概往哪个方向跑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经过这躲他了，好像是往那个方向跑。那边？嗯，谢谢啊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表妹就住在这儿啊？啊？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？明明走错了路，还要一直往前走，还雇了个不靠谱的车夫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你就不怕人把你卖了？大老远的，你就专程来骂我的是不是？我骂你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蠢。你才蠢呢！去哪儿啊？要你管！这儿附近有很多狼。大小姐，以你这个速度，我们明年过年前都回不了家。要不是你瞎带路，我自己早回去了。那你走不走啊？不走，我受伤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来，不用你背，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你放我下来！吵什么吵？烦死人！不用你背着我，放我下来。行了，你在这儿好好坐着，我去找点吃的，很快回来。哎呀，小心！你说，如果你男朋友知道我跟你孤男寡女，在这个树林里过了一个晚上，他会怎么想？我没有男朋友啊。你别走太远了。喂，小心！哎呀，这些果子又酸又涩，难吃死了。啊，交给你了。我不想吃。书记守则第4条，老板的命令无论对错，要毫不犹豫，立刻执行。给我吃了。
哥，彩虹呢？我不让你出来带她转一圈之后就把她送回去吗？我是按你说的做了，本来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就想带她回去，可是话还没说呢，她就劈头盖脸把我当人贩子打了一顿，然后就跑了。跑了？啊，哦，后来来了个骑马的小子去追她了。那小子长什么样？油头粉面的，反正一看就是特有钱的那种。我本来想着在这里等他们回来的，结果一等就睡着了。他们往哪里去了？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哎，哥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接着睡吧。少爷，少爷，哥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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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九少天，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吴彩虹在哪里啊？我也在找她。我家的车夫说，我哥骑了一匹马就去追吴彩虹了。你快点告诉我，他到底去了哪儿？我也在找她。喂，我警告你，我哥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吴彩虹。要是彩虹有什么事，你觉得我会放过江鱼吗？如果吴彩虹命大还活着的话，你最好有多远带她滚多远。哼！小姐，那有人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喂，起床了。少爷，哎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少爷，少爷，找到了，哎，太好了。这个衣服。脏了，把它洗干净再还给我。走吧。你腿受伤了，我背你走吧。我没事，我没关系的。真的没事吗？跟着他们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好。我们走吧。哎。我觉得这条路虽然不对，但是离蔡家庄应该也不远了。要不我们再往前找找看吧。彩虹，你昨天一晚上没休息，腿又受了伤，还是先回去吧。蔡家庄我们改天再去。我的腿没关系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坚持一下。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，我只想快点找到老蔡，这样就能查清事情的真相了。彩虹，昨天晚上你怎么跟江鱼在一起？哦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。